Hello， 大家好，我是一元。会做这个影片内容呢，主要是近期看到一些玩家在讨论露娜的事情，所以我就去关注了一下他这个账号，才发现到原来他这个账号变得有这么离谱了。目前他自己主要在用的账号呢，是已经超过1000亿击杀了。你们能够想象到吗？他可以搞到自己账号已经1000亿击杀。因为最后一次我看到他的账号击杀数呢，好像是600亿击杀吧。最后一次关注他的时候，没有想到现在变成1000亿了。所以今天主要内容就是讨论他这个账号，还有他的王国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是的，没错，这么多年过去了，没有想到露娜依旧还在万国觉醒。因为从之前亚老时期到豹哥时期，直到现在，他依旧还在，只是他没有像以前这样子一直到处去跟别人吵架。因为记得在以前豹哥跟亚老还在的时期呢，就一直在讲谁的击杀比较多啊，一直在讲对方的可能账号不是很强啊，统帅不是很强，装备等等这些东西。但是自从豹哥弃坑之后，他就好像没有这么多吵架的事情发生了，也有可能就是我跟他的圈子不一样，可能没有在他吵架的那个圈子之内了。我们先看一下他的王国数据还有个人数据好了。那可以看到他这个联盟啊，还有45亿的战力，然后击杀方面呢，总共是拥有1720亿的击杀，其中的1000亿击杀就是他一个账号的击杀，剩下的那些击杀就是他其他的小号。为什么我这样子讲呢？因为在这个王国里面，就只有他自己的账号，还有其他所有跟他名字类似的小号，你们可以自己稍微查看一下。而且最厉害的地方是什么？他其他的小号战力都挺高的，我不知道他是怎样养上来的。可能他这些账号长期都没有阵亡部队，或者是没有死太多部队，又或者是有一些账号可能是从另外一个玩家弃坑那边手头上买回来的账号，所以才会看到战力这么高，是真的很屌。我是真的觉得，因为如果你没有这么的爱这个游戏，或者是你在这个游戏上没有这么高的热情的话，估计你也不会像他这样子继续玩这个游戏下去吧，或者是继续培养这么多账号，或者是顾自己4个小号，我都已经觉得很烦了，何况是他是整个联盟都是他自己小号。所以这边看下来，他的小号大概是这么多啦，然后剩下的就是那个个人击杀，可以看到是直接断层的存在，但也是可以明显看到他有一些小号的击杀会比较偏高一点啦。至于原因是什么呢？等一下我们后续会稍微讲一下。可以看到他的小号都是有在这个击杀排行榜上面的，而且他小号击杀其实不算很低了，算是挺高的。然后就是你们可以看到他这边的数据，这个我们等一下来讲。所以他这边王国跟个人数据大概是这样子。至于他王国是在什么等级呢？根据他这边的记录来看呢，不管是科技、活跃度、击杀还是战力，都是属于比较偏低的。战力会稍微高一点啊，毕竟你们刚刚也看到他的那个小号战力几乎都是超过8000亿以上了，活跃度也会比较高一点点，科技也会高一点点，但是我觉得活跃度跟科技主要是靠他自己的主账号去提升的。那你们可以想象一下，像他这种已经变成 CD 主王国的一个王国，他还可以持续用自己的账号跟所有的小号继续在玩，我是真的觉得他也太有毅力了吧。因为如果当你们点开他的联盟来看的时候，你就会看到所有成员们的名字都是露娜。他是怎么样去玩那个游戏啊？真的好厉害哦！而且他不只是R4的位置而已，你们可以看下面其他 R2， 哇，这个太厉害了！他怎样去建立这么多的小号啊？这个好累哦，我只是光看这些名字都觉得超级无敌累啊。他总共多少个账号啊？如果是看 ABCD， 哇，他还有分组诶 ABCD， 他可能分 ABCD 是一个邮箱绑定了这些账号之类的吧。那假设说他 ABCD 都有大概25个账号好了，因为看下来大概有25、26个啦，我们算25个，也就是说他总共有100多个账号，这么多。但是他这些 R2 的账号战力都
比较偏低一点点啦，所以我们才会看到刚刚我给大家看那排行榜的时候是没有出现到这些账号的名字，就是因为战力太低了，这也是可以解释了为什么他们联盟战力不算特别低的原因了。然后剩下的是一些其他王国的玩家，他们加入了露娜的联盟才变成这样子，这个真的太厉害了好辛苦哦。虽然露娜这种毅力还有她的热情呢是真的值得让人敬佩的，但是她自己本身也是有一些争议点，就是露娜她这里大多数的击杀呢都不是真的击杀。什么意思呢？就是讲她这些击杀多数是通过击杀自己的小号而获得的，这个当然也不是我们造谣啦，就是有玩家录到画面，这个是在2024年的时候就有玩家录制到的画面啊，各位可以自己稍微查看一下，就是他会同时间让他多个小号进入到这个采集点，然后他再派出自己的主账号出去把这些小号全部给打掉。这边你们可以重复看一下这个画面，就是他有这种刷击杀的嫌疑，所以大家才不太认可说他这些击杀是真的光靠 KVK 获得的。而且你们可以看到他好像是用了同步器或者是用了一些录制的效果，让他的账号可以一直不断的派出去。因为你如果是真的一个人在操控的话，你怎么可能可以做到同时间3个账号在同一个时间派出呢？所以我觉得他很大概率可能是用了一些同步器或者是录制的效果，让他的部队可以一直不断的派出，然后他的操作方式那些全部都是一样的。这里你们可以稍微查看一下，也是派同样的队伍出去打，所以才会有比较多的玩家觉得说他不应该在那个击杀排行榜上面不被受到认可。但就算他是这样子去刷击杀也好，他也没有说到这么过分直接把他刷到第1名啊，可能他也是觉得如果是这样子做的话有一点太张扬了。但是那个是2024年大家所录制到的画面嘛，那现在的情况又是怎么样呢？这里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它的 KVK 时间啦。那看到它这边战斗阶段的时间是在4月10日，然后 KVK 也是快要结束了，现在是5月30日就会结束。但是我看了它的数据，发现到一点，就是每一次在它 KVK 快要结束之前呢，它的击杀都会爆升了。就比方说你们可以看到刚刚有写30日的时候，它的 KVK 就会结束嘛，但是在27日的时候可以看到它这边就杀了很多的击杀。但是看回他们的 KVK 记录，其实他们在很早之前就已经结束战斗了。这个是他们打黄庭的时间，在5月15日到5月16日。然后这里的数据呢是打关卡啊，你打 KVK 你不是在黄庭打的吗？为什么你会又回去到关卡器？这个就有点神奇，有点奇怪啊。但是通常这种 KVK 尤其是这种 CD 组的，在黄庭结束之后就不会再持续战斗，所以可以看到他这边的数据在结束 KVK 的前2天，他的击杀依旧还有在提升，这个就不太合理了。那他之前5月1日有提升击杀，这个还可以接受，毕竟那时候还在 KVK 嘛，所以会出现这边的击杀也算是情有可原，也算是合理嘛。而且那时候连黄庭都还没有开放。那我们刚刚说了，他这个 KVK 是在4月10日的时候开启，所以可以看到他有运送了一些资源，但是没有提升击杀的。那他在这之前提升击杀最多的时候呢，是在3月26日，这个也是我说比较奇怪的地方，就是3月26日也算是他之前上一场 KVK 快要结束的前2天，他的击杀又突然的提升了，这个是我觉得不太合理的地方。因为如果你是说上一次 KVK 或许是真的到最后还有东西打，所以你再打，但是你这一次跟上一次都是一样，在最后结束的前2天都是有提升击杀，这个就有点怪怪了吧。那我就查看了他3月26日这边写的时间是在半夜12点的时候嘛，所以我们这边是看数据要看25号，就凌晨的时间，还没有过 UTC 0点。可以看到除了他自己账号的击杀积分是有提升 3.61 之外，就连他的小号也是有提升 26.1万。因为如果是根据我前面所演示的影片来看呢，他的小号多数都是用一些绿色的统帅，可能是比较烂
烂的统帅去打架的，所以他拿到的击杀并不会很多，相反的露娜会拿的更多。然后他这个账号战力的情况来看呢，应该是已经有 T4 或者是已经有 T5 了，所以他才可以赚到比较多的击杀。因为假设说有在打 KVK 的情况，他这边其他的账号还不至于说是完全没有击杀提升的嘛。就比方说像刚刚我跟大家讲的，他们的黄庭是在5月15日跟5月16日开放的，是有打架的情况下，你们可以看到其他玩家的击杀都是有提升的，甚至这个韩国名字的玩家的击杀是比起露娜还有更多的。16日的时候也是有持续在打，所以你们可以看到有很多账号都有提升击杀积分，而不是只有光靠2个账号而已。OK， 那么我们先不要看这个3月26日的，那我们回来看一下，它这个 KVK 时间是从1月29日到3月28日，那这里又有再次提升击杀的时间呢，是在3月24日，这个时间估计他们 KVK 应该也是结束了才对，但是我们也是稍微来看一下这边的数据，它这边的时间是在12点的时候，所以我们也是一样要看3月23日的时间有多少个账号是有提升击杀的，然后你们可以明显看到全部都是他自己账号的名字，你们看到吗？但是他这边的主账号击杀是提升的特别多的，只有他下面这些小号是提升的特别少的，但是那个韩国玩家的名字就没有出现在这里啦。但是这个韩国玩家其实已经是在这个王国里面了，所以这边看下来也是有点不太合理，也没有理由他不出去打架的，有东西打的话。另外一次提升是在3月5日的时候，这里你们就可以看到差别了，明显是有其他玩家的名字出现。不管怎样，露娜她现在是已经有1000亿击杀了，虽然她这边1000亿击杀的水分还是挺高的，但这个就是游戏的一个环节嘛，官方也没有阻止说她不能用自己的小号去刷击杀之类的，而且她以这样子的方式去玩游戏已经是很长一段时间了，她也没有影响到其他的玩家，毕竟这个是她自己的王国嘛，就算她的击杀数是真的很高，也是影响到她自己 KVK 之后的匹配而已，而且她自己本身在KVK 真的是有打架的，只是他剩下的一些其他的击杀数呢，可能不是通过正规的 KVK 获得啦，但是这个他自己开心就好，毕竟如果你像他这样子去刷自己小号的话，也是要花大量的加速资源，也是要花很多时间跟毅力才可以做到。游戏最重要的就是自己玩得开心就好，所以像他还可以玩到现在，证明说他自己也是挺享受这样子的游戏方式的，所以我们也就只能尊重他吧。以上就是关于露娜的内容啦，至于各位在看了这个影片之后有什么感想呢？当然如果有些遗漏或错误的地方，各位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我们下个影片再见。